我娘是个穿越女，穿回现代前特意叮嘱我路边的男人不要捡。可哭丧回来的路上，我还是捡回了一身血衣的俊乞丐。但乞丐嫌我晦气，宁肯睡牛棚，也不愿睡我的榻。直到2年后，京城来的人马把村口堵得水泄不通时，我才知道他是当朝太子。我烧坏了的脑子，不懂太子是什么，只知道他连我跑了10里地买的桂花糕都不要了。太子临走前让我找书生嫁了，可我听话真找了。大婚之日，太子却不请自来，说我和书生不配，我眼泪刷就下来了。顾衍之，你不讲理！你说我配书生，我找到了，你为什么说我不配？他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那眼神很复杂，有怒有烦，还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。京城来的人马把村口堵得水泄不通时，我才知道我捡回来2年的乞丐是当朝太子。其实我不懂太子是什么，只知道邻居家的阿婆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芝芝，你的好日子要来了。”好日子，我还是不懂。我拨开人群，挤到顾衍之面前，问他：“你真的要走吗？”我不是想拦他，只是阿奶活着时总说穷家富路，如果早知道他会走，我昨天就不该把卖酵子的钱全给王大爷买棺材本。我搓着手，指尖沾着牛棚里的稻草屑。要不你再等会儿，我去镇上给你买点杏花糕，还有桃酥，还有你上次说不必了。一个娇滴滴的声音插进来，我转头看见个穿粉裙子的姑娘，她的裙摆上绣着花，头上的坠子走路时晃来晃去。她瞥了我一眼，鼻子皱得像闻着了馊饭。宫里什么山珍海味没有？阿阳贵为太子，怎么会吃这种粗鄙东西？我听出了她在瞧不起我，梗着脖子说：“这些都是最好的，顾衍之喜欢。上次他发烧，我可是跑了10里地买来了桂花糕，他足足吃了2块呢。”顾衍之突然开口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眼中好像什么情绪都没有。我不喜欢那些东西，吃到嘴里，我每都想吐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上顾衍之的视线，我突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喉咙也像是哭丧哭到最后，又胀又难受。顾衍之一向不在意我的情绪，他转而看向粉裙子的姑娘：“婉婉，你不是在驿站等我吗？怎么突然来了？”楚婉婉眼睛一红，有些哑声道：“我想早些见到你。”他看了眼院中的环境，忽然捂住嘴，眼圈红了。他指着漏风的牛棚：“阿言，这2年你就住在这里，过得这样的苦日子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牛棚的木栅栏上还挂着件我洗干净的粗布衫。其实顾衍之只在牛棚住了1晚，那天他刚被我拖回来，浑身是血，却在睁开眼看到我的第一时间说：“别痴心妄想。”然后转身就进了牛棚。我看着他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心疼我为了救他搭进去的那些银子，心一横，把他拽进了屋里，自己卷了铺盖，在牛棚对付了2年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解释我没有亏待顾衍之，顾衍之却先叹了口气，眼中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悲愤。都过去了。然后他转向我，声音平平：“花枝枝，你救了我，想要什么报答？”当朝太子允诺的报答让院里瞬间炸开了锅。王大爷蹲在石头上磕烟袋：“芝芝要大宅子，让太子爷给你盖青砖瓦房，以后就不受冻了。”李婶子拧着围裙，语气急促：“还是有金子，有了金子，做什么都成。”邻居们七嘴八舌，楚婉婉却冷了脸：“阿言，他是救了你不假，可这2年也的确让你受苦了。依我看，要先治他个怠慢之罪。”这话一出，满院子的嗡嗡声突然停了。顾衍之没看楚婉婉，只盯着我：“你只告诉我想要什么，等恩情还完，你我就两清了。”我琢磨着两清是什么意思，大概就是以后各走各的路吧，心里有些闷闷的。我垂着脑袋：“那你帮我把大黄牛买回来吧，半个月前你病了，我把它卖给张屠夫了，说好有钱就赎回来的。”卖牛那天，大黄牛跪在地上，眼泪啪嗒啪嗒的掉在我手背上，我抱着他的脖子哭，说：“等我给人哭丧攒够钱，就接你回家。”顾衍之听完，对身后的一个侍卫摆了摆手，侍卫领命转身，声音很快消失在门口。楚婉婉拿帕子遮着口鼻：“阿言，饭也还完了，咱们快走吧，这地方又脏又破，待着浑身不舒服。”顾衍之点点头，转身就往马车走，自始至终没再看我一眼。车轮碾过门槛时，我看见车帘被风掀起个角，他正低头听楚婉婉说话，他脸上的温柔我从未见过。阿婆拄着拐杖追过来，恨铁不成钢地戳我的胳膊：“你这傻丫头，金銮殿的门槛都快踩到了，偏要头牛，往后你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”我望着马车扬起的尘土，鼻子有点酸。阿婆，我会哭丧啊，能挣钱。只是顾衍之走了，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摸摸空荡荡的牛棚，不过等大黄回来，我就又有家了。就这样，顾衍之在我家住了2年，离开却只用了2炷香。我去后山割了最嫩的青草，放在以前大黄吃饭的食槽里，坐在门槛上等着。太阳从东边爬到头顶，肚子饿得咕咕叫时，侍卫才回来。他手里没牵着大黄，只拎着个布包扔在我面前。布包散开，滚出2只油亮亮的牛角。侍卫的声音硬邦邦的：“屠夫说黄牛年纪大了，从卖掉的那天就杀了，肉都分光了。”原来大黄没等我，他大概是知道我这哭丧女攒不够赎他的钱。我愣愣地捡起牛角，带着他走到从前一起耕作的地里，然后挖了个坑，把牛角埋进去，堆了个小小的坟堆。我蹲在坟前，用袖子擦着眼泪：“大黄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吧，别跟着我了，没饲料吃，还得挨冻。”以前帮村长媳妇哭丧时，他闺女就这么念叨的，说希望他娘头生到好人家，穿绸缎，吃白米。我虽不懂到底什么样才算是好人家，可听着就暖和。埋完牛角往家走，天已经有些黑了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我竟然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那是一个小乞儿，缩在树根旁，怀里抱着块破瓦片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去年年底，我拉着求了3天的顾衍之去镇上赶年祭，可刚到长街，就看见这孩子跪在地上，额头磕得通红。求求各位好心人，我娘快病死了。我把兜里所有铜板都倒给了他。顾衍之站在旁边冷笑，他脸上白净，身上的补丁都打得整齐，分明是个骗子。也就你这样的傻子会相信。我当时挠挠头，傻呵呵的笑。那太好了，他娘没生病，他就还有娘呢，不像我，连娘的面都没见过。顾衍之盯着我看了半天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吐出个蠢字。可眼前的小乞儿比年前瘦了一大圈，身上的衣服烂成了布条。他看见我也愣住了，手里的破碗片哐当掉在地上。我蹲下来，小孩，你娘呢？小乞儿的眼泪刷地流下来。死了，娘死了。我把前天给人哭丧挣的3个铜板又塞到他手里。离开前，
小启儿给我磕了个头。姐姐，谢谢你。我望着小启儿离开的背影，咧咧嘴，眼泪也要跟着掉下来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。半年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我猛地回头，顾衍之就站在槐树下。顾衍之，我一喜，步子下意识就想朝他奔去。可当我看清他身上滑溜溜的衣服时，脚步忽然就顿住了，因为只那个瞬间，我觉得我这辈子跑不到他身边。楚婉婉从后面的车里下来，站到顾衍之身边。阿衍，一个给人哭丧的村妇，哪值得你又跑回来一趟？我攥着衣角，指节捏得发白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顾衍之的声音依旧很平静。侍卫说黄牛死了。鼻子一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点点头，声音有点哽咽。屠夫把他杀了。顾衍之，以后我只有一个人了。楚婉婉皱起眉，你讲这些做什么？难道还指望阿衍留下来陪你？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身份，配吗？我尴尬地低下头，余光偷看顾衍之，他没说话，只是望着远处的田埂，好像没听见似的。过了会儿，他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，递到我面前。我说了要还你恩情，黄牛没了，总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我看着那玉佩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玉佩啪嗒掉在地上，摔出个小缺口。顾衍之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你不愿意要？我慌忙摆手，不是，它看起来太贵了，我。顾衍之叹了口气，弯腰捡起玉佩，又递过来，拿着吧。凭这个玉佩，以后你若有难处，可到京城找我，算我对你的承诺。他扶着楚婉婉上了马车，临行前撩开车帘，又看了我一眼。花枝枝，你还年轻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。他顿了顿，声音轻飘飘的，像你这样天生愚钝，搭个书生倒也合适。其实我从没肖想过顾衍之，也知道我配不上他。从前村里的那些老人总说我晦气，说像我这样的哭丧女，连要饭的都嫌弃。但顾衍之现在说我何书生合适，他那么厉害的人，说的话一定是真的。我攥紧了手中的玉佩，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，扯着嗓子大喊：顾衍之，谢谢你，再见了。晚风把声音吹得老远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马车好像顿了一下。天还没亮透，我就扛着捆新劈的柴往王媒婆家跑。王媒婆正坐在门槛上摘菜，看见我进来，眼皮都没抬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家可不需要你哭丧。我把柴靠在墙上。王婆婆，我不是来哭丧的，我想找个相公，要书生。昨天顾衍之说的话在我心里发了芽，养了一晚上。王媒婆手里的豆角啪嗒掉在筐里，她上下打量我，像看个疯子。Tone WS， 你这哭丧女还想嫁书生，做你的白日梦吧 Tone。我急忙道：是顾衍之说的，就是那个刚走的太子，他说我配书生合适。太子两个字刚出口，王媒婆的态度瞬间变了。哎呀，芝芝，你早说啊！太子爷金口玉言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婆婆身上，保准给你找个顶好的。又过了几天，王媒婆真领着个男人来了。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，袖口卷着，露出的手腕干干净净。她站在我家院子里，没像顾衍之那样皱眉打量漏风的窗户，反而弯腰捡起地上的碎柴，落得整整齐齐。王媒婆笑得满脸褶子，介绍道：他叫沈清燕，隔壁村的，从前读过几年书，后来爹娘病了，才把读书耽误了，要不现在左右都是个秀才老爷。我盯着他看，他的眉眼淡淡的，有点像顾衍之，却比顾衍之温和。我问：你会劈柴吗？他轻轻笑出声：会。会种地吗？也会。我往前凑了凑，有点小心翼翼。那你会嫌弃我笨吗？你愿意教我读书写字吗？沈清燕忽然收起笑，眼中多了几分认真。不嫌弃，如果你愿意学，我就教，教多少遍都可以。我一下子笑出声。以前顾衍之在的时候，我求他教我识字，他总会着手不耐烦。你这脑子教也教不会，不如当个傻子省心。我拉着王媒婆的手，大声说：他好，王婆婆，我就要他。婚事就这样操办起来。我和沈清燕都没了爹娘和亲人，婚礼的吉日就由2个村的村长定的。下个月初8，满打满算只剩半个月。沈清燕找了同村的张婆婆来给我做嫁衣，我乖乖坐在凳子上让她量尺寸。余光瞥见沈清燕在院子里喂牛，那是头小黄牛，沈清燕送来的彩礼之一。我拉着她去了大黄的坟前，和大黄再三保证，就算有了小黄，我也不会忘记她。沈清燕就在旁边看着我笑，我问她是不是觉得我傻，她摇头说不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心里突然有种像吃了糖一样的甜蜜。成亲那天，李婶子让她闺女来给我描眉，胭脂擦在脸上，香得我直打喷嚏。王大爷扛着喇叭在院子外吹，调子跑得老远，却热闹得让人止不住的想象。我盖着红盖头坐在个屁股的床上，晃着腿。我想，要是以后能再见到顾衍之，一定要好好谢他，他真是个天大的好人，一句话就帮我找对了如意郎君。门板吱呀响了一声，我的腿晃得更欢了。沈清燕，你快些把盖头掀了，看看我好不好看。空气突然静了，院里的喇叭声也停了，红盖头下的光暗了暗。我心里犯嘀咕，沈清燕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害羞了？指尖悄悄勾住盖头的边角，我刚想偷偷掀起个缝看看，却听一声尖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太子驾到。太子，顾衍之。我的指尖刚碰到红盖头的边缘，突然想起阿婆的话，红盖头得新郎官亲手掀，不然不吉利。手乖乖的放回去。我说：顾衍之，是你吗？大胆，竟敢直呼太子名！尖嗓子的呵斥声又传来，好像又被什么人打断。房间里又安静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听见顾衍之嗯了一声。我一下子笑了，刚才我还在想呢，要是能见到顾衍之，一定要好好跟他道谢。想不到这么快就实现了。我晃着腿，红盖头跟着轻轻摆动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沈清燕告诉你我们成亲的消息了。我们的喜酒是沈清燕从县里买来的女儿红，可好喝了。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，想起楚婉婉上次说的宫里什么没有，连忙改口。算了，这酒太普通，配不上你，你还是别喝了。我又想起正事，赶紧补充：顾衍之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说我配书生合适，我还遇不见沈清燕呢。你真是个好人。红盖头挡着，我看不见他的脸，但他还是没说话。我有些尴尬，悻悻地闭了嘴。过了会儿，又忍不住小声说：那你能把沈清燕叫进来吗？李婶子说我今天很好看，我想让她赶紧看看。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过了会儿，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沈清燕冲进来，声音里带着急：芝芝，你没事吧？我仰起脸，朝着声音的方向笑：我没事呀，你快掀盖头，我想让你看看。沈清燕的脚步顿了顿，
大概是看了顾衍之一眼，下一瞬，红盖头被轻轻掀开，沈清燕站在我面前，红色的婚服衬得她温润。我抓住她的袖子，沈清燕，怎么样？我好看吗？她看着我，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。好看，芝芝哪天都好看，今天最好看。我咧开嘴笑，心里开心极了。我拉住她的手，转头看向顾衍之。沈清燕，这就是顾衍之，是太子。当初就是他说我适合找个书生，他可真是个好人。我真心实意的夸赞，顾衍之的脸色却黑黑的。我慢慢的戳了戳沈清燕的手背，让她凑过来。我小声的询问，他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又生病了？上次他风寒也是这副闷闷的样子。沈清燕闻言笑笑，揉揉我的头，然后走到顾衍之面前，行了个礼。不知太子殿下驾到，草民有失远迎，草民何知之？多谢殿下成全。话落，顾衍之的脸更黑了，他的视线扫过沈清燕，又落在一脸莫名的我身上。他突然开口，声音冷得像结了冰：“来人，给姑把这间房子拆了。”咣当一声，门外的侍卫应声而入，手里的长刀刷得出鞘，刀光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我愣住了，拉着沈清燕的手紧了紧。顾衍之，你拆我家房子做什么？我还要和沈清燕在这过日子呢。顾衍之直直地看着我，眼底的情绪叫我看不懂。姑不喜欢。我更糊涂了，他以前住了2年，也没说过不喜欢啊。忽然又想起沈清燕前几日跟我说，太子是金枝玉叶，是以后整个王朝的皇上。他这样金贵的人，在破房子住这么久，肯定很难过吧？也许只有拆了，才会让他心里好受一些。我拽了拽沈清燕的袖子，小声说：“沈清燕，顾衍之好可怜，我们把房子让给他吧，以后去你家住好不好？”原本怕我到隔壁村不适应，沈清燕才把婚房定在我家，现在看来只能搬了。沈清燕看了眼顾衍之，又低头看我，笑笑。好，我一下子笑了，踮脚抱了抱他的胳膊，转头对顾衍之说：“你要是觉得难过，就拆吧，我们不碍事的。”顾衍之的呼吸猛地重了一下，胸口起伏着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。过了会儿，又咬着牙说：“把牛棚也给姑拆了。”我又问沈清燕：“你家院子有给小黄搭棚子的地方吗？”沈清燕笑了笑，指尖刮了下我的鼻子：“有，我给他盖个新的，比这个结实。”你真厉害！我仰头看他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又回头冲顾衍之摆手：“牛棚也能拆，你拆吧。”顾衍之的脸黑得像锅底，额头上的青筋跳了跳，突然问：“你就这么喜欢这个男人？”我愣住了，眨巴着眼睛重复：“喜欢。”我拉了拉沈清燕的手。什么叫喜欢？沈清燕的耳朵有点红，垂下眼睫，声音轻轻的：“喜欢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想每天给你做饭，教你写字，想看着小黄长大。”我顿时明白了什么，转过身，认认真真回顾衍之道：“那我喜欢沈清燕，我想和她永远在一起。她不嫌弃我笨，会教我认字，还给我买了小黄。”顾衍之突然打断我：“你们不配！”我以为他要赶沈清燕走，眼泪唰的就下来了，跺着脚哭：“顾衍之，你不讲理！你说我配书生，我找到了，你为什么说我们不配？”他转过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那眼神很复杂，有怒有烦，还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让你找书生，没让你找他。我抹着眼泪，哭得抽抽噎噎。沈清燕就是书生啊，她会背《论语》，会写好多字。王婆婆说她有学问，将来是要做大老爷的。他不配。顾衍之的声音猛地拔高：“一个乡野村夫也配得上你吗？”我愣住了，眼泪挂在睫毛上。他以前总说我粗鄙，配不上他，现在又说沈清燕配不上我。我不明白。沈清燕把我往身后拉了拉，自己往前站了半步。殿下，芝芝愿意嫁我，我便配得上。的一声脆响，顾衍之突然抽出腰间的长剑，架在了沈清燕的脖子上。离开花枝枝，不然姑杀了你！剑尖抵着沈清燕脖颈的刹那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吓得扑过去抓住顾衍之的手腕。顾衍之，你把剑拿开，他是我相公，你不能杀他。沈清燕的身形依旧挺直。芝芝，别怕。顾衍之盯着我，眼神像要吃人。你选他还是选他死？我急得眼泪直掉，突然摸到怀里那块玉佩，一把掏了出来。顾衍之，你放了他，你看，这是你给我的，你说凭他能换一个要求？玉佩被我的汗浸得发亮，上面的字磨得有些模糊。顾衍之给我的时候，我不认识，但沈清燕告诉我，这个字念眼，顾衍之的眼。顾衍之低头看着那玉佩，又抬头看我，眼神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。他声音发紧：“这是我送你的东西，你要拿它来换他的命。”我把玉佩往他面前送了送：“你答应我的，不能不算数。你放了沈清燕，我就把她还给你，咱们两清。”周围的侍卫都屏住了呼吸，我只是盯着顾衍之的眼睛，他的瞳孔很深，像一潭很深的井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笑了，那笑声又冷又涩。他往前凑了半步，渐渐又近了一分。沈清燕的脖颈上已渗出细小红痕。如果在我和他中间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我想都没想就说沈清燕啊。顾衍之的脸刷得白了，剑哐当一声落在地上。我松了口气，赶紧跑到沈清燕身边，查看她脖子上的伤口。沈清燕，你疼不疼啊？沈清燕摇摇头，抓住我乱摸的手。她指着沈清燕，对侍卫吼道：“把他给姑拖出去！”顾衍之攥着那块玉佩，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要反悔，才听见他咬着牙说：“滚！”沈清燕拉着我想往外走，顾衍之突然又说：“沈清燕，你给姑记住，今日是他用玉佩换了你的命，往后若敢对他不好，姑定取你项上人头。”沈清燕脚步一顿，回头拱手道：“殿下放心，我此生定会护芝芝周全。”我们拉着小黄牛走出院子时，身后传来房梁倒塌的巨响。我没敢回头，只知道那间我住了10几年的屋子，终究还是被拆了。走到村口老槐树下，沈清燕突然停下来，她转身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：“芝芝，是我让你受委屈了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不委屈，阿奶说过，好东西要给值得的人。那玉佩换你活着，很值。”沈清燕把我搂进怀里，
下巴抵在我发底，声音闷闷的。等过些日子，我们再盖间新屋子，比原来的还大，再给小黄搭个最结实的棚子。好啊。我往他怀里蹭了蹭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抬头问：那顾衍之怎么办？他今晚要住在哪儿啊？沈清燕沉默了片刻，说：他是太子，自有他的去处。我懵懵懂懂地点点头，可我总觉得刚才顾衍之攥着玉佩的样子像是在不高兴，就像上次我弄丢了他藏在草堆里的书，他看着空草垛发呆的模样。顾衍之没有直接离开村子。半个月后的清晨，沈清燕正要出门去镇上的学堂教书，门外突然传来马蹄声，一个穿锦袍的侍卫翻身下马，说是奉太子之命来请我去驿站一见。沈清燕正把最后一本书塞进箱子，闻言停下动作。我有些疑惑，顾衍之要见我吗？我看向沈清燕，不知道该不该去，她却只是伸手将我耳边的碎发别到耳后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在见到顾衍之时，他站在驿站房间的窗前，他穿了件月白色的长服，背影比上次见面时更清瘦些。你来了。他转过身，眼底有淡淡的青黑。我点点头，找了张离他最近的凳子坐下。你是没睡好吗？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，才缓缓摇了摇头，然后从袖中掏出一张叠得整齐的纸，递到我面前。这是房契，我在你家旧址上盖了新房子，青砖石瓦，梁上也雕了花，牛棚用的是松木。你以前说过黄牛怕潮，里面都是照着你念叨过的样子盖的。我捏着房契的边角，更加疑惑。你为什么要给我盖房子？顾衍之避开我的目光，答非所问。花枝枝，我要走了。回家吗？家。他顿了顿，算是吧。房间一时安静下来，他不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时间过了很久，他突然开口：花枝枝，如果可以回到过去，你想回去吗？我晃了晃脚，为什么要回去？现在的日子多好呀！沈清燕每天教我写3个字，我写对了，她就会给我1块糖。阿婆也说我越来越有福气了。我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眼睛一亮。回到过去也可以，这样我就可以在捡到你的时候就把你送回家了，你也不用跟着我过那么多苦日子。顾衍之看着我，突然红了眼。他没办法跟我解释当年是宫廷政变，他是从皇城逃出来的。如果他真的那个时候就回宫，他早就死了。我被他盯得不自在，缩缩肩膀。看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我搓搓脸颊。顾衍之又突然笑了，笑得很轻，像叹息。傻。侍卫在外头喊：殿下，该启程了。他点点头，带着我一起出去。走到驿站门口时，我突然喊住他：顾衍之。他回头看我：你以后要当个好皇帝，要让大家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金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他愣住了，问我：你怎么知道这句话？我得意地扬起下巴。沈清燕教的，他还夸我聪明呢，说我一遍就记住了。顾衍之盯着我看了半晌，突然笑了。他走上前，抬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。是你很聪明，花枝枝，再见。顾衍之，再见。马车驶远时，我站在驿站门口，看着顾衍之撩起车帘回头望。我冲他摆摆手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回村的路上，我摸了摸怀里的房契，突然想快点见到沈清燕。我想告诉她，我们有新房子了，她不用辛苦了。村口的石凳上，沈清燕正在等我，我笑得更开心，跑过去扑进她的怀里。沈清燕，我们回家了。跟着楚婉婉回到皇宫，顾衍之开始被梦境缠绕，梦里总是那间漏风的土屋，他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，能听见花枝枝在灶房剁菜的声音。有时是他举着块粗布，傻笑着问：这个补丁像不像槐花？有时是暴雨夜，他在牛棚里和大黄牛缩在一起。这些画面翻来覆去的出现，醒来时妹妹都让顾衍之心里沉甸甸的。定是那2年的苦日子太磨人。他将梦境归为痛苦记忆的反噬，于是他带着侍卫再次踏上了去往那个村子的路。他要拆了那间破屋，断了这扰人的念想。马车停在村口老槐树下时，他听见了唢呐声，红绸子从枝头垂下来，飘得像团火。有村民捧着红布经过，认出了他的身份，慌忙跪下：太子殿下，这是花枝枝要成亲了，嫁的是隔壁村的沈书生。顾衍之也忘了自己听到他成亲的消息时的感受，只是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归结为对破房子的厌恶。他拔剑架在沈清燕脖子上，看着花枝枝求自己。最后他把房子拆了，夷为平地。他以为拆了房子就能断了念想，可当晚梦里的画面却更清晰了。梦里的花枝枝举着玉佩，字字清晰。你说过承诺要算数。梦里的他挡在沈清燕身前，说：他是我相公。最后他拉着沈清燕的手，抬头望着她。顾衍之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只喜欢沈清燕。顾衍之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冷汗浸湿了中衣。窗外的月光落在地上，像块镜子，照出他眼底的慌乱。他终于明白，原来那些反复出现的梦境不是痛苦的反噬，是心在叫嚣着未被察觉的在意。他喜欢那个愚钝总爱傻笑的花枝枝。第二日，他想把这份心意告诉她，可走到院子外，却看见沈清燕正弯腰跟花枝枝说着什么。他仰头笑着，指尖划过她的脸颊，亲密的像幅画。顾衍之的脚步停住了，他看着花枝枝笑得眉眼弯弯，看着她自然地靠在沈清燕肩上，突然明白，他的快乐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。若是此刻冲上去，说破那份迟来的心意，只会像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，搅乱他安稳的日子。他默默退了回去。后来，他让人在旧址盖了新房子，梁上雕满他喜欢的槐花，牛棚铺着最厚实的干草。他想，就算不能拥有，也该让他过得更安稳些。离开前，他问他想不想回到过去。他是存了些许的期盼的，可他笑着说：现在的日子很好，说若能回去，会早点送你回家。时，他突然就释然了。马车驶远时，他掀起车帘，看见花枝枝站在门口，朝他挥手。他喉结动了动，最终只无声地念了一句：花枝枝，祝你永远这样笑下去。那句我喜欢你，终究是烂在了心底，像那间被拆的土屋，埋进了时光里，再也没机会说出口。